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6月4号。今天视频利用3天的这个 DMI 指标来跟家人们判断一下，比特币整理了80天，那什么时候会变盘，或者是我个人为什么不做空这一个比特币的原因。等一下用这一个 DMI 指标里面的一些知识来跟家人们聊一下。历史上顶部的高位要做空再去做空，包括等下来跟大家讲解一下，那短线比特币的日线这个箱体已经快接近80天了，到底短线会不会做变盘的动作？那这个位置到底会不会涨？复盘之前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，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也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这个 DMI 指标，好像上一次这两根上涨的位置，也就是美国债务危机解除的位置是有2根拉升，拉升是把这个 DMI 指标绿色的值已经穿过这个红色的值，但是最近好像又在洗盘啊，因为也不确定美国那边14号的时候到底会不会加息，也是在猜主力的一些形势。如果14号真的美联储不加息，因为昨天视频有跟大家讲，在前面去年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低位的位置，美联储只加息50个基点的时候，有可能就是主力已经提前知道消息，它会提前反映在价格上，或者是下一次美联储只加息25个基点的时候，也是在这个高位，可能主力也是有一些消息，就是提前会拉一波。那这一次也是在猜，现在是利率在 5.25， 到底最近会不会做一个变盘的动作？因为这个箱体的区间，有些人是在看这是一个头部，但是我个人观点就是这个低点，这个低点，或者是这几根 K 线整理的低点，包括这一次洗回来的这个低点，它是一直在守这个下箱体，好像主力也不可能再让它继续破到前面的这个 26K 的支撑位附近。所以我个人观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比特币只要这个 DMI 指标3天里面的绿色的线穿过这一条红色的线，一般都会有相对比较可观的一波涨幅啊。那现在如果这个位置是在整理为什么？因为它也是一直在修正这个 DMI 指标绿色的背离的一个结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是一个高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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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，但是 DMI 指标是一个高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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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一个低点低，所以指标有背离，它也是需要利用空间或者是利用这种时间横盘来震荡。震荡到这一个位置，现在是有发现 DMI 指标感觉是不是要交叉？其实现在整个市场差的还是有些资金是没有信心，是觉得比特币有可能还是会下去。不过我个人观点还是一样，下去下方的基础是打得非常的牢固啊，特别是这一个颈线的位置，我个人也是觉得比特币在美国那边爆发银行危机，硅谷银行倒闭的这个位置，主力是利用这么强的一根 K 线拉上来，我估计这个位置支撑是非常的强啊，因为有可能主力也是不希望让很多的资金继续买到2万下方的比特币，所以有可能就是在这个位置时间震荡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还有一些位置，这是今年2023年的当时这个 DMI 交叉的位置。那历史上更早的，比如说2020年的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在最近一段时间形成？我的观点是估计难度还是有一点大，因为它在这个位置，比如说这边突破的一个位置，绿色跟红色的这个值交叉，那么要思考一下前面的区间是什么情况，它是接近有多长的时间？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箱体，或者是下去也是，这也是类似一个箱体，然后这边也是一个箱体，这边也是一个箱体，或者是还有这种疫情的黑天鹅事件爆发。但是整个中长线来看，它这里面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画一下，如果从这一根 K 线拉到这个位置，是接近400多天的一个箱体震荡，甚至下面还会再挖坑，或者是这整个区间的形态也是类似非常大的一个大头肩底的形态，或者是复杂的左肩加上复杂的右肩，最后颈线突破的时候，时间够长，像这种位置突破的点位，有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买点，甚至是追价的一个位置，它后面涨幅就是一波不回头啊。那这是2020年的一个行情，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只要这一个3天的 DMI 指标
它在日线里面有可能信号会反反复复，但是在3天里面我们也要尽量每隔3天或者是1周左右就要去跟踪一下，像这种有交叉的位置，绿色的线穿过红色线的上方，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才会把这个红色的继续交叉到这个绿色线的上方。所以目前我也是在判断它这个位置到底会不会红线，然后交叉这个绿色的线是要往下去变盘吗？还是这个位置会不会往上去变盘？其实取决于一个量能啊。至于时间，我个人是觉得有可能还不够。如果它要上去，有可能还是在这个箱体区间，因为现在的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目前是接近80天。然后为什么我个人不选择做空？其实我们可以细心观察一下，就算这一个 DMI 绿色的这个值来到40附近，历史上一般顶部的位置，它的这个值都是接近60，有可能会是顶部。要赚就赚这种大波段的利润，或者这种大波段的利润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比特币在这个3天的 DMI 指标，它每一次顶部的位置 DMI 指标一般会有哪一些现象？比如说20年一波涨幅来到接近21年高位的位置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当时比特币是在这个高位啊，这也是20年底接近21年初的一个高位的位置，它这个位置的 DMI 指标是50的一个值，然后它后面也是还会有高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后面就是因为指标开始背离跟不上，所以要做空的位置有可能也是等这种背离的位置，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还有一些位置也是非常的标准，比如说但凡比特币有大涨，一波涨幅也是接近几十倍或者是几百倍的涨幅，从15年的底部接近100-200美金涨到2017年的高位接近2万美金的高位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一个顶部的位置 DMI 指标，这个位置的一个数值是接近60哦，所以也是在等待未来如果比特币涨到这种高位的时候，我个人的兴趣有可能是要等这种高位，到时候看要不要放空啊。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日线比特币裸 K 的形态啊，就这一个箱体区间从这个位置开始，已经跟朋友判断有可能整理的时间会拉得非常的长，所以也是导致最近比特币非常无聊的一个原因。然后我们要观察一下，既然前面2天它这2根 K 线是一根多方吞噬，那就给我们一个参考物，就是判断它的支撑位大致会在哪一个位置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昨天是有一个回撤，它其实是踩在这一根 K 线的一半附近。不过我个人观点是这样子哦，就这2根 K 线开盘收盘附近也算是一个支撑，或者是朋友们还是一样，就是我的这个大箱体已经是画了有几个月了，箱体低点的位置大约是在 26.5K 附近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区，反正有可能目前还是在洗盘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日线目前的形态，其实也是一样，就是这2条线，一个是20 MA， 一个是60 MA， 它会不会在这个区间里面，还是说这个20 MA 会不会破，也是聊了有一段时间。因为我个人觉得整个20天的成本目前全部都是在这个区间，它随时可以破，也可以随时继续反上来，或者是短线的朋友你就看这一个日线的布林线，其实布林线中轨是走平的，或者是也可以留意一下这个下轨的位置还有没有买点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